金宝看清了，那是一个面如枯槁的老人，可看上去绝不是一个活人。把钟还我！那老人满面怒容，大叫着把钟还我，伸出枯如鸡爪的双手，向着金宝就扑了过去，速度快的如同一阵黑烟，一瞬间就已经来到了金宝的近前。金宝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再者他已经被吓得浑身瘫软，动弹不得了，脚不沾地的如同一阵黑烟，转眼就不见了。我觉得一起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这事发生在我老家东北的一个村子里，在我们那儿上进有能力的年轻人都进了城打工了，只有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成天瞎胡混，没事儿也就是喝酒打麻将。我说的这个人叫李忠平，年纪不大，却有很深的独眼，成天想着有朝一日能赢个金山银山回来。可有那么一句俗话叫十赌九输，说的就是这李忠平长了一双臭手，打起牌来不是点炮就是让人截胡。哟，就等你这3万了，胡了！单说那一天，他和村子里的几个混子几圈牌打下来，是连连点炮。李忠平是万能的，对，各种上场，各种死去活来。他哪知道那几个人都是串通好的，一块出老千坑他。我说李子，你这手气还是不行啊，上次借你的2000多该还了。其中一个叫金宝的看李忠平输的差不多了，就开始跟他要账，是以前玩牌时借给李忠平的，欠我的3天也到日子了。说是借，其实就是高利贷。金宝那边刚说完，崔大彪也张口跟李忠平要起债来。哥儿几个再宽限我几天，过几天我一定还。李忠平哪有钱还呢？只能点头哈腰的求几个人能多宽限几天。你的喵的，都宽限你多少天了？那个叫金宝的一听李忠平没钱还，当时就火了，把桌子拍得山响，冲着李忠平破口大骂。我跟你说，姓李的，就3天，3天你不还钱，我可不答应。限他3天时间把欠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清，如果到日子不还钱，可不答应。言下之意就是要对李忠平不客气了。宝哥，我最近确实手头紧，您多宽限几天呗。李忠平心里也知道这几个人都是耍混出了名的，谁他也惹不起，只能又是抱拳又是作揖的，求他们多给他几天时间。3天不还，就把你分的房子抵给我。金宝把3根手指伸到李忠平面前，说就给他3天时间，如果逾期不还，就要占了李忠平家的老屋。李忠平这会儿才有点明白过味儿来，感情金宝早就想要了他们家的房子了，可欠了钱也没办法，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了金宝家。哼，就他那2下子还天天赌。看着李忠平那副孬种的样子，金宝等人又在背后一通的嘲讽。李忠平低头耷了脑袋，出了金宝家门，愁眉苦脸的回了家，躺在炕上就开始琢磨3天后要拿什么还给金宝等人。这钱要是不还还赖账，非得让他们打个腿断胳膊折的，可真要拿自家的老屋抵账，自己亏的也太多了。他就这么望着屋顶想了一夜，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辗转了一宿也没睡踏实。第二天一早，李忠平决定出去躲躲。说起李忠平的身世，也是怪可怜的，从小就体弱多病，父母又早早的都去世了，在他10几岁之后，都是跟他爷爷一块生活的。李忠平的爷爷住在10几里外，长大成人的李忠平因为不想每天听爷爷唠叨什么工作呀和娶媳妇儿的事，才独自搬回父母留下的房子住。出去躲债也没什么可拿的，李忠平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坐上了去爷爷家的车。虽说这爷爷有点唠叨，可毕竟他养了自己那么多年，起码的孝道李忠平还是懂的。爷，我回来看你了。是平儿回来了，快进屋。当爷爷的看到孙子提着东西回来看自己，自然也是高兴的不行。嘿呦，
你这孩子回来就回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呀？忙把李中平让进了屋里。班里不忙吗？还有时间上我这儿来呀？说起这李中平，也就1年能回来看他爷爷2趟，那活儿又埋汰又累，还挣不了多少钱，早就不干了。祖孙俩说话间又提起了工作的事儿。怎么又不干了？你这孩子，你知道你四大爷托了多少关系才给你安排进去的呀？当爷的一听说李中平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又辞了，就有些不高兴。哎，对了爷，我现在和一个朋友做生意，还差了点钱，您能不能借我点啊？李中平根本就不想听那些，也不把别人的人情放在心上。还没等爷爷把话说完，他就扯开了话题，说到了借钱的事儿上。我这1年到头就指望那几亩地能收入个18000的，也就够吃够用的，哪有富裕的钱呢？一听说要钱，当爷的就叹了口气。说起来，李中平父母走得早，都是这个爷爷供他吃穿上学的。可一个老农民，除了地里刨食，也没别的进项。李中平一看，从爷爷那儿抠不出钱来，也就没了兴致，也不再吱声，就剩下当爷爷的问长问短了。钱没弄到，李中平也不敢回自己家，盘算着先住下来，再想别的办法，能拖1天是1天。住了下来的李中平睡到了半夜，让尿给憋醒了，披着件衣服准备去厕所。可他刚准备开门，就发现隔壁爷爷那屋还亮着灯。爷爷坐在火炕边，手里不知道在那儿捣鼓什么东西。李中平也没声张，轻手轻脚地溜到了爷爷的门边，心里想的是，指不定爷爷那儿藏了什么好东西，不愿意拿给自己。你可得好好的走啊，你要是一停啊，命就没了。就见爷爷一边鼓捣手里的东西，一边自言自语的念叨着什么，一定要多赚些年，要不然命就没了。因为念叨的声音小，也听得不太真切。爷爷的举动和言辞让李中平越发的觉得好奇。他屏住呼吸，伸头往爷爷面前瞅，等看清楚了，不免有些失望。爷爷在擦拭一口钟，擦完了，从座钟内就掏出了一把上弦用的钥匙。座钟的后头有一个上弦用的孔，爷爷一边像和熟人聊天一样，一边上了几周的弦。等都弄完了，又掏出烟袋锅子，坐在炕沿边抽起了烟。起初李中平很失望，可当他想起那口钟的来历时，不由得心花怒放。那口钟打他记事起就有，可样子却并不像日常家具那样摆在桌上或柜上看时间用，而是收在柜子里。再想想当年爷爷当过红卫兵，没少抄地主大户家，那座钟8成就是当年偷着留下来的，肯定是值钱的东西。想到这儿，李中平心里有了主意，他又悄没声的回自己屋躺下了。平儿啊，我把饭给你放锅里了，你一会儿起来吃啊。我下地了。第二天一早，爷爷叫他起来吃早饭，他也没起，一直到爷爷下地干活了，他也没起来。今天倒不是他犯懒贪睡，他早就起来了，只是一直猫在屋里等爷爷出去。等爷爷扛着锄头出了家门，他一咕噜就从炕上爬了起来。他摸进了爷爷的屋里，没费多大的劲儿，就在柜子里找到了那口座钟。他捧在了手里端详了一下，越瞅越像个值钱的货。他满心欢喜地把钟抱在了怀里，趁着爷爷没回来溜了出去。李中平本打算找个古玩市场一类的地方把钟卖掉，可自己又不知道卖多少钱合适，最后决定拿给金宝抵他们的欠账。他原本以前只借了金宝4000，可利滚利的，如今已经滚到了快2万了，能抵着2W 欠账，还有点剩头。李中平算算已经很满足了。可当他把座钟摆到了金宝面前，金宝却并不买账。你他喵的，拿这个破玩意儿就想把2块的账顶了？不但不肯用那口钟抵李中平的欠账，还觉得李中平是在耍自己。
哼，你拿我当傻子呢？这破玩意儿能值钱吗？话没说几句，就要动手修理李中平。站在金宝身后的崔大彪多少对古玩懂点，就在金宝耳边嘀咕说：“这钟应该能值些钱。你这钟我先收着，要是值钱，咱俩账就顶了；要是不值钱，我还得找你。肯定值钱。”经崔大彪一说，金宝也没有再为难李中平，答应如果座钟值钱也就算了，不值钱他的账还是得还。金宝把钟收下了，李中平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了地，可以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会把命搭进去。下一话，老钟下放下李中平，消了账，乐颠颠的回了家。咱先不说，单说着金宝带着那口钟回了家，虽然听崔大彪说能值些钱，可前后摆弄了一通，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就顺手把座钟放在床头柜上睡觉了。可睡到夜里，金宝就觉得越来越冷。虽说是北方吧，可这9月天夜里也不至于温度会这么低呀。哎呦，金宝冻得缩紧了身体，他甚至觉得空气冷的他都能哈出气来。就在金宝半梦半醒之际，屋子的门吱呀一声被大力的推开了，声响很大，吓得金宝一激灵就爬了起来。就见门外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却呼呼的房里面灌着冷气。啊，谁？金宝虽然平日里跟谁都耍横，可是也是仗着手底下人多，这大半夜的闹这么一出，他也是打心底里害怕。金宝连忙问了几声，也没人应。过了那么一会儿，从门外飘进来一个人。啊！金宝看得清清的，那个人是脚不沾地的飘进来的，那寒气就是他带进来的。金宝看清了，那是一个面如枯槁的老人，可看上去绝不是一个活人。把钟还我！那老人满面怒容，大叫着把钟还我，伸出枯如鸡爪的双手，向着金宝就扑了过去，速度快的如同一阵黑烟，一瞬间就已经来到了金宝的近前。啊！金宝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再者他已经被吓得浑身瘫软，动弹不得了，脚不沾地的如同一阵黑烟，转眼就不见了。啊呀！金宝用手紧紧地捂住胸前的伤口，不让血流出来，可那根本就无济于事。你怎么了，金宝？金宝的惨叫声吵醒了他的老婆。我的胸口被鬼刺穿了，他是来拿钟的。金宝咬着牙把刚刚有鬼来杀他抢钟的事儿说了一遍。你做噩梦了吧？那不是好好的吗？可金宝的老婆却听得一脸糊涂，因为金宝的身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伤痕。金宝也发现被那老人戳出来的血窟窿已经不见了，摸了摸周身上下都完好无损，再看看摆在床头的座钟，也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过，只是拿回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现在却停止了摆动。你就不该把那钟拿回来，咱们干点正经的买卖不行吗？金宝媳妇儿觉得金宝是做事亏心才会做噩梦，又一次的劝他做点别的营生。可惊魂烧定的金宝根本就没听进去，他心里想着一定是李中平在座钟里动了什么手脚来祸害自己。你他喵的，是不是在钟里做了手脚来害老子啊？宝哥，别打了，你说什么呢？第二天一早，金宝就带人闯进了李中平的家里。我做什么手脚了？不由分说，对着李中平就是一顿胖揍，打得李中平鼻青脸肿，却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他喵的，还敢跟我装糊涂！金宝以为李中平是在装糊涂，打得更狠了。李中平被打倒在地，金宝把那口钟摔到了李中平的面前，把自己夜里见鬼的事儿说了一遍，并且认准了是李中平在钟里做了手脚。李中平这才明白是为什么，可自己根本就没做过手脚啊。金宝出了气，带人离开了，扬言2天后李中平不还钱就来收房子。
李中平收拾起摔烂的座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按金宝说的，那老人鬼魂的样子不就是自己爷爷吗？李中平觉得事有蹊跷，坐上车回了爷爷家。可刚到大门口，就见大门之上挂着丧灯。啊！李中平心里咯噔一下，这家里就爷爷一个人，难不成爷爷他……爷爷！想到这儿，李中平带着哭腔拨开众人，冲进了院子。离得老远就看到了屋里摆着供桌，那遗像上的人正是他的爷爷。李中平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2天前自己离开的时候人还好好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到了这会儿，李中平才想起自己过往种种的不孝之举，可到了如今又有什么用呢？跟着一些叔伯忙活了一天的丧事，到了晚上，李中平一个大伯找到了他。我说你小子以后得要点强了，你爷爷这就是被你气死的。谈话之中满是对李中平的不满，更是说爷爷和座钟的秘密。原来李中平自打出生开始就体弱多病，好不容易长到了4岁那年，更是染了一场风寒。李中平的父母带着他访遍了各大医院和乡村诊所，可就是医治不好，最后眼瞅着已经不行了，便想起了求助神灵，找到了一个神婆给看看。神婆说李中平是个短命鬼，要想平安长大就得有个续命的法子才行。收了李中平父母的钱，也答应会给想办法让李中平父母回家等着。第2天，神婆差人送来了一座钟，说是那钟的命和李中平一样，只要那钟走1天，李中平就能活1天。摆在李家人眼前的座钟虽然有些古朴，却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既然送来了，也说能续命，就只能试一试了。打从那天开始，李家人每天都会按时给座钟上弦，确保他能正常的走动。说来也怪，原本看着病入膏肓的李中平，竟一天天的好了起来。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和那座钟有关系，可李家人更是不敢让座钟停转。你父母出了意外，你爷爷也是一天都不敢耽误的给钟上弦呢。后来李中平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中丢了命，他爷爷把钟接到了手里，在爷爷眼里，那钟就是孙子的命，可不曾想最后竟让李中平给偷走了。听着大伯把过去的种种讲了一遍，李中平虽说这事儿有些无稽，可他打小确实看着家人每天给那钟上弦，再想到金宝摔坏座钟的情景，不由得冷汗直冒。瓶子，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他也不说清楚是为了什么，心里已经认可了大伯的说法。他起身离开了爷爷家，也不再管什么丧事，一心只想回到家把座钟修好，让他接着走动。等他连夜回到了家里，找出了那个座钟，那座钟已经被金宝摔得破烂不堪，钟摆早就停了。看着眼前破烂的座钟，李中平忽然觉得生命在身体里被抽离。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中平的身体日渐衰弱，他也找到了许多工匠，却都没有办法将座钟修复。只短短数日间，李中平便住进了重症的病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紧抱着那口和他性命相连的座钟。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李中平变卖了房产，直到支付不起治疗费，被搁置在了走廊上。死的时候，他已经面如枯槁，双手死死地抱着座钟。